猴哥，你刚才说祖师爷问你桃子甜吗？黑莲就碎了。俺老猪想不明白。大师兄，黄梅问了100年困住取经人是对是错？大师兄的答案不是对错，是甜。记得甜，对错就不重要了。沙师弟，俺老猪以前也问过自己，盯死破军他们是对是错。今天黑莲开了，俺老猪才知道问对错没用，得认。猴哥的师傅问桃子甜吗？不是问对错，是问认不认。认了就接着种。我在西海龙宫关了500年，天天问烧明珠是对是错。观音说不用问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今天才懂这句话，对错是规矩定的，认不认是自己的。截教战死封神，问了5000年对错。今日黑莲开花，贫道也懂了，对错不重要，毁不毁才重要。菩提祖师那朵黑莲，不是种给黄梅一个人的，是种给所有想知道对错的人。大王，黑花碎了还长吗？不长了。那它去哪儿了？进土里了。明年和野桃一起发芽。猴哥，黄梅的黑莲是老君点破的。老君来花果山是看菩提祖师的眼光，灵宝来天河藏经阁是来谢谢天河水君替截教守过诛仙阵，吴天来是替黄梅传话。俺老猪捋了捋，他们每个人来都跟祖师爷有关。祖师爷人不在，他的事还在。二师兄，不是事，是种下的东西。祖师爷在黄梅心里种了悔，在老君心里种了信，在灵宝心里种了谢，在大师兄心里种了甜。种下去，等它长出来，就是传承。大圣，黑莲化了土，明年野桃开了，颜色会不会不一样？会，黑莲化了土，开的花是白的。白的好，黑的也不错。花什么颜色不重要，开就行。猴哥，雷布！猴哥，雷布！呆子，带人进洞。俺老猪进去。大圣，本座今日来，不是缉拿谁，是来问你一件事。前日兜氏宫传来消息，老君说菩提祖师在黄梅心里种了一朵黑莲，黑莲碎了，落在花果山。本座想问，菩提在你心里种的又是什么？本座闭关万年，当年大圣闹天宫，本座奉旨缉拿。那一战本座输了，本座一直以为输给的是金箍棒。前日听老君说菩提把道行练进了桃树，本座才想通，本座输的不是棒，是势。大圣棒里那股不退的势，就是菩提种的。本座今日来不是奉旨，是来再试一次。试的不是能不能赢你，是本座有没有看错。黑暗龙所本座输了，不是输给棒，是输给势。大圣棒里那股不退的势，比500年前更稳了。菩提种下的东西，本座破不了。天庭那边本座会回，花果山不可伐。大圣，本座一直不知道菩提在你心里种的是什么，今天知道了，不是力，不是法，是不退。不退这2个字，够本座再修万年。
猴哥，雷部正神专门跑来，就为了跟你打一架，然后夸你2句。二师兄，他不是来打架，他是来确认，老君说的是真的。菩提祖师在黄梅心里中了悔，在老君心里中了信。雷声普化天尊想问，在他心里中的是什么？他接了大师兄一棒，接住了答案。不退。不退。大圣，巫族战神刑天当年也有不退之年，他的不退是死不认命，大圣的不退不一样。大圣的不退是活着不退，死了也不退。按师傅教的，他说猴子打架可以输，不能退，输了不丢人，退了就不算活过。大王不退，俺也不退。小石头，你拿木棍干啥？妖怪来了，俺也打，俺不退。好，不退。猴哥，三清老君雷部他们都来过了，俺老朱数了数，他们每个人来都跟祖师爷有关。师兄，不是他们来过了，是菩提祖师种下的东西在发芽，有的是信，有的是悔，还有的是不服再来一次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种子，祖师爷路过的时候种下的，现在都发了。西海龙宫也有种子，曾经我一直以为是观音救了我，今天才明白是菩提祖师在观音心里种下了慈悲，慈悲发了芽，才有了我的生路。截教战死诛仙阵那日，菩提祖师路过万仙阵，但没出手，只是站了一会儿。通天教主说，那人看一眼就是留了种子，5000年了，截教的人到今天才发出芽。俺老朱心里的种子是在方寸山下跪了7天7夜那天发的。祖师爷问俺怕不怕，俺说怕。他又问俺跪不跪，俺说跪。他说跪着也不退，就是种下了。俺老朱今晚不说啥了，就一句：祖师爷来没来过花果山？来过。来过多少次？他只来了一次，1000年前，他在俺心里种了棵桃树，这棵树现在长在这里。你们每个人来都是来看这棵树的。吕洞宾，上回南天门外你替天庭围花果山，这回又来干什么？大圣，贫道今日来是谢罪。灵宝天尊前些日子出碧游宫，抓了8仙其余7人。他对贫道说，提孙悟空头颅来见，贫道放人。贫道使出了5000年最强的一剑，大圣用左手握住了剑，贫道败了。灵宝天尊对贫道，你不是败给孙悟空，是败给菩提种下的不退。何仙姑说，荷花插在桃树下能活，他让贫道带来，是谢大圣救8仙，也是谢大圣让贫道的剑长了骨头。贫道今日来还有一事，大圣接住了我的剑，事后我想了很久，我的剑到底输在哪里？剑是直的，心是诚的，但诚的不是剑，是道。贫道修了5000年剑道，一直以为是剑在修我，败给你之后才想通，剑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活人用死剑，剑才有命；活人握死棒，棒才有骨头。你的剑以前没有骨头，现在有了。大圣，贫道想在花果山住几日，看看那棵桃树，看看菩提祖师种树的地方。住下吧，后土师弟在碎石坡捡石头，你帮他捡。好，贫道捡石头。哮天犬，杨戬呐！呆子，沙师弟，敖烈，守花果山。猴哥，你去哪儿？梅山，杨戬出事了。你来了。他是谁？梅山老六。本座从花果山回来，发现母亲坟前的碑被人砸了，碑上刻的桃花被铲掉，换了一行字：认贼作师。本座查了3天，查到老六身上，他在灌江口待了5000年，从没说过一句不服。直到玉帝下旨，花果山不受天庭辖制。那晚他跟我说：“二哥，你变了。封神之战你杀截教妖众从来不手软，现在你去花果山我刻他们的名字。”我说他们不是妖众，他说我就是忘了自己是谁。他昨晚砸了我娘的碑，想引我回梅山。他说跟我一个了断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你认了截教当同门，就是把梅山兄弟当外人。5000年兄弟不如一面石壁，我是杀了他，不是因为恨，是因为不杀他，他就要去花果山砸石壁。他一个人打不过花果山，会死更多人。你先回花果山，这把刀俺帮你拿。猴哥，杨戬的兄弟反他，因为他来花果山刻了名字。俺老朱以前也差点反你，
在灵山，俺还以为你是真猴哥，给你送了几百年的地理都不理。那时候俺是真想烦你，想把这钉耙钉进你灵山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。今天杨戬亲手杀了老六，老六不是恨花果山，是恨杨戬变了。杨戬以前跟他一起杀截教的人，现在杨戬去给截教刻名字，老六觉得杨戬背叛了他。俺老朱懂老六，一个人守着旧恨5000年，忽然兄弟说这旧恨不用守了，那种失落比恨还难受。他宁可不认兄弟，也要守住恨。二师兄，恨不是守住的，是放下的，不放会死。杨戬不放，老六就死在他手里；老六不放，老六就死了。放不下的人，要么死，要么走。西海龙宫也有这样的。我杀欧明珠，父王上表告我忤逆，后来观音救我，我再没回过西海。不是不想回，是不敢回，怕回去了看见父王还恨我，我就得恨回去。今天哮天犬从灌江门游到花果山，游了整片东海，狗都知道该往哪儿跑，老六不知道。杨戬，你那兄弟老六，他不信你能变。5000年兄弟，你变了，他觉得是背叛。俺老朱在灵山那500年，也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变。后来猴哥回来，俺变了，不是自己要变，搬走了，土才能透气。土透气了，才活得下去。俺帮大石头搬石头，大石头说放手就放手，但老六那块石头你自己也搬不走，他也搬不走，没人搬得走，他就得死，死在旧恨里，死在你不认旧恨的那天。杨戬，你的刀俺老朱放这儿了，你要是不想拿，俺老朱替你收着。哪天哮天犬想叼回灌鸠们，让他叼，你先放着，先住下。花果山不缺这件实事。猴哥，杨戬把自己关石室里3天了，不吃不喝不睁眼，他那只第3眼是不是闭不上了？大圣，我们来接二哥。接人？你们老六砸了杨戬母亲的碑，被杨戬射杀了。你们是来接人，还是来算账？老六砸了碑，他说二哥变了，我没当回事儿。他昨晚一个人出了灌山口，走的时候没带兵器，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砸了碑。老六的师兄呢？在眉山，本座葬在母亲坟旁边，没有碑。他砸了我母亲的碑，他的碑我不能刻。二哥，老六为什么砸碑？因为本座来花果山刻了截教的名字，他说本座忘了自己是谁，本座没忘。本座破诛仙阵，杀截教门人，刀下亡魂，记了5000年。他来花果山刻了3天名字，把自己记得的话都刻上去了。他刻完回来，老六觉得他背叛了自己，你们也觉得吗？我是眉山兄弟里最大的，今年几万岁。封神之战，我第一个跟二哥冲进诛仙阵，刀下死过截教的门人，他们的脸我记不得了，但刀砍下去的手感还记得。二哥去花果山刻名字，我知道，我没拦也没跟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刻。老六替我做了决定，不该，但老六没来问我。二哥，老六砸碑是他的债，你杀他是你的债，我们是兄弟，债分不清。他的尸首埋在你母亲坟旁，碑你不能刻，我们来刻。大圣，灌江口眉山兄弟从不欠人债，老六砸了碑，我们替他补。花果山的石壁上有没有空位？这里，真君，老六欠的碑，眉山还；兄弟欠的债，活人还。我们不来接你回去，你自己想回来的时候再回来。3尖2刃刀留在你这儿，断枪我带走。老六的兵器也断了，用不了了，断枪替他插在母亲坟前。他活着的时候最怕你妈，死了在那边还得你妈管他。杨戬，你那兄弟老六的事儿，俺不懂你们之间的债怎么算，俺只知道你眼角在流血。第3只眼封神之后就没闭过，看截教的人死没闭，看母亲被压山下没闭，看老六砸碑没闭，看老六死在自己眼前也没闭。在花果山刻名字那3天闭了一小会儿，老六砸了碑又睁开了。所以老六砸碑，你杀他，2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住那点东西，你们都没错，也都错了。债从来算不清，算不清就算不清吧。碑已经补了，剩下的日子我们在灌江口，你在花果山，东海不算远，哮天犬能游过来。哮天犬，回去不？猴哥，你看啥？呆子，俺老孙去一趟方寸山，师傅在叫我。师傅，悟空，为师要走了。去哪里？哪里也不去，只是该回去了。为师当年教你，只教了7年，7年里只教你一件事：不退。不退不是赢，是站着。站着不是给别人看，是给自己看。五行山下你站着，金波底下你站着，南天门上你站着，凌霄殿上你站着。你都站住了，为师没什么可再教你了。这根戒尺跟了为师几万年，大
打过你手心，劈过如来金身，碎过灵山莲台，现在交给你，不是给你用，是给你留着。哪天你有了徒弟，拿着戒尺打他手心，告诉他，猴子打架可以输，不能退。师父，弟子不退。弟子守花果山，守师弟们，守每一个来的人，和您守弟子一样。桃子甜吗？甜。弟子每年结了新桃子，第一个放在师父的蒲垛前。虽然师父不在，但弟子放的时候，师父知道，师父知道桃子的甜就知道。祖师爷，俺老朱没啥本事，只会煮粥。当年在方寸山跪了7天7夜，您问俺怕不怕？俺说怕。您又问你跪不跪？俺说跪。您说跪着也不退，就是种下了。今天您走了，俺老朱还跪着，跪着就是种下了，不退就是长出来了。祖师爷走了，俺老朱继续煮粥，粥煮稠点儿，米放多点儿，师傅教的。猴哥，这是鸿门宴，是不是鸿门宴？去了才知道。玉帝30年前穿着素服来花果山认错，30年不会白过。大圣，30年前朕去花果山说了对不起，如今花果山还好吗？桃子熟了，方券山的松根活了，灵山的钵盂倒扣在树下，截教的名字还没刻完。朕坐在凌霄殿30年，看着奏章越来越少，还以为3界太平了，是散仙们不再来庭告状去花果山了。朕这个玉帝越来越闲了，闲下来也好，朕也有时间翻旧案了。金钵调包案、截教覆灭案、天河水军殉职案、花果山焚山案，翻了30年，朕才明白，天庭欠你们的，用规矩还不完。今日请你来，是想问一句，花果山还缺什么？缺人，缺一个管旧案的人。朕也这么想。太白，出来吧。大圣，老朽在凌霄殿当了一辈子祸事佬，花果山的猴子被天兵射死，老朽不敢说那是冤案；大圣被调包500年，老朽也不敢说那是天大的冤屈。今日老朽去花果山，就把那些稀泥一点一点铲掉。太白老儿，你那书箱里装的什么？这些年，老朽把能找到的旧案都抄了一遍。老朽的稀泥获不了血债，但只能记。大圣，太白金星是天庭的人，也是救天庭最后一点良心。从今日起，他不再是天庭的太白金星，而是花果山的太白金星。太白老儿，走吧。花果山缺一个管旧案的人。老文书，截教5万个名字都在石壁上，烦你把它们录在纸上。老朽别的不行，抄写还行，只要老朽还活着，就会一直抄下去。玉帝老儿，你今日来是躲清静，还是交差？交差。五行山压猴案平反，金钵调包案平反，花果家焚山案平反，天河水军殉职案、截教覆灭案均已平反。陛下，你是玉帝的时候，俺怕你，但现在俺敬你。你批旧案的那些年，俺在灶台边煮粥，咱俩干的其实是一件事儿，把欠的还了，把凉的暖热。朕把九龙袍脱在凌霄殿了，以后不穿了。你不穿鞋脚不凉吗？不凉，这里的土是热的。大圣，大圣，这棵树长得好。如来，当年你把俺压在五行山下，俺在山底骂你；后来你用金兜调包，把俺压在黑暗里500年，俺又骂了你500年。俺骂你的话够刻满这面石壁。
今日你走这条路，把金身烧成这样，俺不打你，也不谢你。你走你的，俺看着。贫僧以金身成就业，以业火炼金坡。从今往后，灵山不压众生。如来，你欠猴哥1000年。今日你把0点的业背到自己身上，俺老猪没啥可说的。如来，今日你把金身碎在这棵树下，俺不恨了。你欠的不还了，你化了。大王，那个托钵的人走了吗？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他哪儿也不去，他把金身留在树下，自己走了。那给他垫个枕头，金钵是破的，石头是圆的，睡着不硌。截教53687个名字，都在这面石壁上。罪在石头上刻了这么多年，今日刻印还在，罪没了。大王，以前祖师爷把道行炼这棵树，树就是大王的师傅。今天那个托钵的人把金身也碎在这里，那树是不是也是他的师傅？那他也是花果山的人。他没嘴喝不了水，没手摘不了桃，但他在树下，以后我叫他金钵师傅。猴哥，天裂了！不是裂缝，是烟。呆子莫慌，天道而已。他要抹掉花果山。五行山压不完俺，金钵困不死俺。今日这天也别想抹掉花果山。猴哥扛着天，俺老猪扛地面。天道要把花果山抠掉，先抠俺老猪。俺老猪这辈子散伙散够了，今天跟天道散伙不散。杨戬，怕不怕？本座怕过很多事，唯独不怕挡在该挡的地方。那就跟俺老孙一起把这只眼打回去。五行山没压断俺的骨头，灵山也没压弯俺的脊梁。今日这花果山，俺老孙站在这儿，还要抹山，先从俺这身骨头上碾过去。俺师傅教俺，猴子打架可以输，不能退。孙悟空，你守你的花果山，本座守着一线不退。今日若退一步，便对不起我这一身神位。天道若要抹人间，先问本座这第3只眼答不答应？想过去，杨戬，撑得住吗？你这猴子还没倒，本座为何撑不住？那就别让他压下来，正有此意。给俺开破！杨戬，跟上！别被他定住，光环是规则。规矩，俺老孙最不怕的就是规矩。今日这规矩挡不住人，还活着吧？死不了。你这猴子都没倒，本座怎么能倒？好，那就再站一会儿。滚开！哈哈哈哈！俺老孙碎！这1寸够他们喘口气。1寸也是退，他退了，咱们就没白战。大王，天还会裂开吗？不会了，他看够了，知道这儿有人不退，就
就不看了。大王，金多师傅的枕头我每天都换新石子，天道闭眼了，金多师傅还在树下，我给金多师傅捡一辈子石子。大王，老奴活了太久，见过花果山被烧成焦土，也见过花果山刻满名字整面石碑。灵山不压众生了，老奴没啥放不下的了。这根木棍是替崩将军和八将军守灵的，搁在这儿，老奴每天来磕个头。大圣，如今天道闭眼，老夫也把这页名册还回来。从今往后，47000侯属不是地府管的名册，是花果山自己的普敌。猴哥，天道闭眼那天，俺老猪现本相扛地面，身上裂了好些口子，疼是真疼，但值得。值得不是因为天道退了，是因为俺老猪看见你们每一个人挡在花果山前面。俺老猪以前散伙散了一辈子，今天不散了。走了的饭在树下，留着的饭在锅里，还没回来的碗在树下倒扣着，等他回来自己翻。师傅，天道闭眼了，灵山拔众生了，3界旧债清了，弟子守着这棵树，守着树下这些人。你问桃子甜吗？甜。现在的桃子和当年你问时一样甜。都别动，这土不对劲儿。沙师弟，护洞口，我在。我也守着。悟空，树根在找东西。天道闭眼后，旧规矩碎了，但3界地脉的根基还在混沌深处封着。这棵树的根正在往根基上探，不是探路，是盘根。为师当年让你种这棵树，是想磨你的性子。你守了这么多年，树冠替花果山挡住了天道一眼，树根现在也要替花果山盘住3界。树是你种的，根是你守的，这树通天道这一步，得你自己拿主意。师傅让俺种这棵树那年，俺问师傅种树有啥用？师傅说，别人在树下乘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这棵树从方寸山跟到花果山，从俺被压五行山下守到俺回来。今天他想往下再扎一层，俺让他扎。3界不压在众生身上，3界的地脉由这棵树的根来盘。俺种树，你守根。俺看着这棵树从一株苗到树冠盖住整座花果山，树冠挡了天道，树根盘了地脉。以后3界地下的煞气想上来，先问你的钉耙，再问俺的金箍棒。猴哥，树根穿过白色电膜，地脉是盘住了。可俺老猪刚才拿钉耙探了一下，白色电膜那边除了地脉，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动，极深极远，不是水妖，不是地肺毒火，是煞气。大王，树种下的时候，我还是一块石头，后来树长大了，我变成猴子，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了。树守了我大半辈子，我没有钉耙，就用这石子，有煞气靠近，我拿石子砸它。别怕，树根盘地脉，一个也乱不了。根铺不到的地方，俺老孙拿蹦子扫，煞涌过来那点力道，还不够当年五行山下1成。谁敢在老猪脚底下作怪？猴哥，不好了，这天又裂开了！海脉逆流，龙宫结界撑不住了！花果沙树根盘通3界地脉，33重天根基，限3日内自断其根，否则罚山。天庭法旨到，花果山接令。李定，你退出联名之日，把哪吒的碗放在这棵树下。今天你带兵来伐山，俺只问你，你儿子的碗还在树下，你伐山之前想不想把那碗收回去？大圣，本座今日带兵，不是本座要伐花果山。南极长生大帝亲自下了法旨，4域护法神全出。哪吒的碗在树下，本座不会碰。李定，
你说树根盘地脉动了天庭根基，俺问你，这棵树当年挡过天道一眼，天道都没压下来。四玉要断它的根，打算拿什么断？砍刀、锯鱼，还是南极长生当军亲自下来？大圣，困仙阵不是本座所布。父王，南极困仙阵是四玉压箱底的杀阵，不成了珊瑚沙就是死地。你把玲珑塔罩在阵脚上，是把你自己的生路也封死在阵里。乾坤圈还捆在塔旁边，孩儿问你一句，这阵你收不收？南极长生大帝，今天你看清楚，这棵树当年挡过天道一眼，天道都没压下去。你的困仙阵不如天道的树眼，这棵树就在这儿，金箍棒也在。你要断根亲自来，派护法神来不够。给我碎！大王，天还烈吗？不烈了。四玉今天收阵是看见这棵树怎么挡天道的，他下次再来，就是他自己来。猴哥，这回算过去了吧？还没，东海太近了。猴哥，你这话可别……大圣，五老封天不是伐花果山，是锁三界。封天结界一落，所有归位在花果山的仙级、妖级、佛级全部冻结。破军营、无番营、截教散仙，只要名字刻在老桃树石壁上的，都会被结界认作超出三界之极，永世不得再入轮回，也不能升入33重天。大圣，书箱里的名册也在被结界剥离。封天结界不止冻离，是把所有归位花果山的名字全部从路基上抹掉。截教石壁、散仙名册、水军旧党，全在往外飘。大圣，封天结界是五老的道，五老掌三界之外的因果轮回，贫僧的金身碎在此树前，三界旧业已化，但五老的因果不在三界之内，他们不是来讨债，是来定级。五老要把这些恶人的名字抹掉，是怕花果山的扎根根扎到三界之外去。如来，五老不是来伐山，是来封级。封的不是法力，不是道行，是名。他们要把所有人的名字从三界里踢出去。师父当年教俺种这棵树时说过，树长得好是人敬的好。这棵树不只接方寸山的道行，灵山的旧业，他接的是所有把名字刻在这树下的人。五老要封级，先过俺老孙这一关。金箍棒捅不破五老的天，但能护住树下的人的根。猴哥，五老封级是想把归位的人全锁在三界外头。他要抹掉这些名字，先抹掉俺老朱。大师兄，二师兄，我来守着这面石壁。大圣，五老封天，本座在这里待了几十年，眉山的旧煞也在这里归了根，要把人名抹掉，先问问本座的刀。大圣，我父王的塔罩在海岸岸边，乾坤圈我搁在子木底下，要抹名字，从我开始。大圣要被吸走了！给我老朱回来！这些名字竟还没有散。天书一改，名册已毁，怎会自行复原？俺老朱的名儿可没那么好抹。想压花果山，先问问俺老孙答不答应？猴哥，你也太牛了！小意思，走，回家吃饭。都别动！这气息比天庭更古。猴哥，真是祖宗级别的来了。俺看见了。世人只记诛仙剑力，却忘了剑下也曾护过万灵。
我门下弟子，死者为灰，生者为妖，5000年了，他们的名字可还有人敢念？万物生灭，不只看成败，也看有没有人肯替后来者留一口气。孙悟空，你这棵树留住了不少将散之人。混沌未分之前，先有一线，这一线分清浊，定高下，立规矩。规矩若乱，天地变回混沌。孙悟空，你在救天之下另画一线，今日玉清来量这条线。3清全倒了。不是法术，也不是问罪。金道济力要问是能不能当单主救人。要问心道，先问俺。方寸山是俺第一个去跪的，破兵营是俺盯的，吴番营是俺收的，树根下这些债，俺第一个背。天蓬，救人者是你，杀人者也是你。同一双手握过钉耙，也按过官土，他们凭什么再信你？凭俺没赖过。听过的人俺记着，救过的人俺也记着。破军说不悔，俺说俺怕，可怕也得跪，跪完了还得爬起来。他们信的不是俺干净，是俺从没把他们的名字抹掉。元帅没忘，俺们也没忘。旧债未清，却未逃债，此问算你天蓬过了。5000年了，我教门人散作妖邪，埋作尘土，今日他们归名于此。武当，你替他们答，这些名字配不配为道？教主，这些不是道，这些是命。金灵师姐死前把我推出阵外，她只说2个字：不退。归灵师姐死的连尸骨都没剩，我们骂了5000年的天道，可今日在这棵树下，他们不用再恨了。教主问配不配？贫道替他们答，他们配。此问过。今后他们不只在我心里，也在道中。根未枯，有人替你守着。孙悟空，你师父还在树根里，他替你挡住不该散的魂，也替你撑住不该断的根。我在兜散宫练了无数丹，练来练去，不如这棵树会留人。救根不绝，此问过；救民不灭，此问过；救债不逃，此问过；救者不散，新者不退。花果山新道可立。宋3位。天蓬元帅朱悟能，原天师水军元帅，因罪贬入畜生道，后封净坛使者。因查此人已非神级，非佛级，非妖级。俺老朱是贪是懒是怕死，可俺也护过唐僧，闯过妖山火海。你一句非神非佛非妖，就想把俺全都抹了。你身为无极之人，却统领数千旧部阴魂，私设番号，自封元帅，盘踞花果山。此等行径，按神魔录第7条，当入神魔录，永世除名，魂魄不入轮回，沉于妙严宫伏魔台。二师兄，神魔录是天地初分时天地铸的旧器，比天条还老。他不审旧债，也不审新功，只审你有没有急。当初的天蓬元帅被贬，如今的净坛使者又被你自己扔了。你现在是无极之人，俺老朱不在乎。当年在北海之眼盯死破军他们之后，俺就不觉得自己配有什么急。天蓬元帅的急脏了，净石之急又太轻，兜不住俺手里沾的血。无极就是没人管，也没人能拿急来压俺。但你现在统帅吴番营，用的是旧日帅印，这是善用废印私领旧部，罪加一等。勾陈老哥，俺老朱不抵赖，但这帅印不是从天庭偷来的，是破兵营埋在北海之眼那300条命，用他们的旧煞在旧营废墟里替俺练出来的。你管这叫罪？在老朱看来，这是俺弟兄们给俺的帅。
勾陈，你不要在这杀猪儆猴，要想收俺老朱就直接动手。哼，那就看看花果山愿不愿意出手助你。二师兄别怕，神魔路要收，就连我一起收。不知死活，无极之人本就不该存于三界。八戒是我师兄，是陪我走过108000里的兄弟。你今日要拿他，便先踏过我这条龙的脊梁。一条醉龙也敢拦天律？师傅，你退后，这玩意儿不认人。为师若只在你们护我时称你们为徒，到了你们受难时便退后，那这师傅便不配你们喊一声。唐三藏，你也要逆天？贫僧不逆天，只护徒。你们这群傻子，老猪不值得。二师兄，少废话。你平日废话最多，今日也该让我们说两句。八戒，站直了，你不是一个人，那便一起镇压。动我师弟者，先问俺这根蹦子答不答应？朱悟能，没想到竟有这么多人愿为你逆天律而立。罢了，今日饶你一回，但孙悟空，你护得了他一时，未必护得了他一世。那就护一世试试。猴哥，这是三清召见，不是请，是召。猴哥，三清召见不是请客吃饭，他们刚才认了花果山的道，转头就敲钟召你，这是鸿门宴。呆子，三清敲的是混沌钟，不是伐山鼓。他们要是想打，不用敲钟，敲钟是议事。俺老孙去议事，不是去送死。你守着花果山，俺等你到周国见底。你要是天亮还不回来，俺带着所有人打上33重天。等俺回来。这不是你师父本人，是他留在大道中的一缕道痕。菩提以自身为代价替你铺路，如今他留在三界根基中的道痕正在被大道自动消解，道痕散尽，他就不再属于三界。什么意思？你种的这棵老桃树根扎得太深，它盘住了三界地脉，撑住了花果山心道，但也触到了三界根基。菩提的道痕就在根基深处，树根往下扎一分，道痕就被消耗一分。俺师父还能回来吗？能，但需要一个人替他承住大道消解，让他的道痕从树根重新凝聚回道体。那个人承得住大道消解吗？大道消解之力，便是混沌初开时的第一缕清气。盘古法魂只成了这清气的皮卡，以那般费力，你若要承住应劫1000年不动，你接得住吗？俺老孙从五行山下爬出来，早就学会了一件事：天地可压我，大道可磨我，但俺不退。三清，你们今天敲钟召俺来，是让俺知道这件事。现在俺知道了，俺选了，你们还有没有意的？这不是诀别，也不是放逐，你去大道深处接你师父，为师在这里替你守着这扇门。猴哥，你一个人去接祖师爷，俺老朱在这等你，等你1000年，等到这棵树把三界地脉全部盘通，你不回来，俺替你把花果山守到天亮。
最后一道小解来了，这一道若过，菩提归三界；若不过，悟空的名字也会从大道中淡去。来了！请大王归山，请大王归山，请大王归山。请大王归山，请大王归山，请大王归山。悟空，师傅！哎！猴哥，花果山听令，把名字押上去。大师兄，杀无尽在，我等在。花果山在，老桃树在。师傅，你看，俺老孙不是一个人来的。为师看见了，跟俺回家。原来如此。师傅，为师回得来，但回不全了。3000法门，1000已入树根，1000已入众生，1000在你身上。能回来的，只是为师这具道体与本心。俺再给你抢回来！不必，道给出去了，便不是失去。它在树里，在山里，在众生里，在你心里。若强行收回，花果山心道便断了。悟空，为师如今只剩半身道行，半身也够。谁敢欺你，俺老孙打死他！还是这般毛躁。师傅，回山，回山！道友，久违了，久违。你这一身法门散得可惜，散入众生不可惜。你从前总说不收因果，如今却把自己化成了最大的因果。收了一个徒弟，总要付些束修。哪有师傅替徒弟教束修的？所以你还了1000年。回来了，猴哥回来了。放下，不放。为师只是道行损了，又不是腿断了。俺背师傅回山，碍着哪条天规了？那便走稳些，稳着呢。大王归山，祖师归山。猴哥，粥还热。师傅，喝粥。好粥。祖师爷有眼光，俺老猪守了1000年的火。师傅，真不疼？疼。所以以后莫再胡来。俺尽量。真尽量。悟空，你已经走出自己的道了。从今日起，为师不能再替你断因果。花果山的道，只能你自己走了。那师傅呢？为师留下。真留下？是不做靠山，做师傅就成。那便先把1000年欠下的功课补了。啊！猴哥，你也有今日。呆子，你笑什么？师傅要是收徒，你也跑不了。祖师爷，俺老猪天资愚钝，主要负责烧火。烧火也是道。菩提归位，悟空成道，花果山心道已成。心道已成，救魂便要浮出来了。先让他们喝完这碗粥吧。太阴奉令，召3界幽根。太阳奉令，日月同辉，兴周天星位。孙悟空，以乾星力入道，动周天根基。今日奉令问你，孙悟空，你以老桃树盘通3界地脉，今日3界根基震动，星斗大阵被你牵走半成星力。33重天已有倾斜之兆，
你们要俺退什么？退树根。老桃树根必须退出3界地脉，给你们3息时间。猴哥，这俩可不是寻常星官，他们是上古星辰使，比武帝还老。俺老朱撑不了多久，3息，俺替你撑3息。哼，看俺干什么？又不是头一回陪你挨打。地西西，应生正火神力。树根退不退？不退。猴哥，这日头太烈，俺的奇影挡不住第2下，你得近身。第2息。孙悟空，我再问你，这树根是退还是不退？不退。事已至此，那便战吧。第3息，孙悟空，你法相已裂，还能撑多久？退不退？老孙连大道清气俺也扛过，你们这日月同炉，还烧不软这身骨头。还是那句话，不退。孙悟空，你可知道周天星斗大阵为何会因你倾斜？不是因为老桃树盘通地脉，也不是因为你合了混沌鱼息。那半成星力入了你的道之后，并未为你所用，它在你的混沌息里，替那些早该熄灭的旧魂撑着最后一点光。旧魂？他们本该沉在星斗阵底，永不见光，可你把他们牵出来了。你是在用自己的道行替他们点灯，灯亮一日，他们便一日不散；灯不灭，他们便还有名字。烧的是俺自己的道行，俺不退，灯不灭。周天星斗令只认星辰运转，不认人心旧债。但你们以自己的手接了日月同辉，这笔债便不再归星斗令管。从今日起，周天星斗大阵不再问责花果山，那半成星力你们留下，替那些旧魂继续点灯。旧魂的灯，替我们也多点一盏。周天星斗大阵镇守混沌边界万万年，斩过的旧魂比你知道的还多。有些该斩，有些未必。可星斗令不问该不该，只问稳不稳。月华凝露可续命灯，日圆鱼宴可暖残杯。我等欠旧魂的，今日借你们的手还一部分。哎呦，俺的钉马！猴哥，这俩老古董比武帝还难缠。先打人，打完又说欠咱人情。俺老朱活这么久，头一回见上古星辰使自己打自己脸。不算打脸，他们上守星斗斗阵太久，见过太多旧魂灭在阵底，只是从前没人敢问，也没人敢替那些魂点灯。这伤换来的不是半成星力，是以后那些旧魂还有人记得，值了。那俺这胳膊也算值了。你胳膊上有寒精碎渣，别瞎缠，让沙师弟替你挑干净。挑，那玩意儿疼得很。那成，俺也挑，咱俩一块儿去，省得沙师弟念叨2回。沙师弟扁担头上那根细铁丝，挑碎精正好。走。猴哥，俺老朱以前总怕你撑不住，你连周天星斗大阵压在最底下的旧债都敢接，棒子还是握得那么稳。回来替你把造天星再合粥。沙师弟说的。呆子，走，挑完碎精，合粥。八戒，为师要成亲了。师傅，你说啥？为师要成亲了。不是，师傅，你不是回灵山译经去了吗？怎么译着译着，把媳妇儿译出来了？为师在灵山译经这些年，他每日都替我研墨，陪我到深夜。为师诵经，他便听着；为师停笔，他便候着。他是谁啊？是紧拿罗菩萨座下弟子，法号妙音。他说他听为师诵经这么多年，每次听到那句“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”，都会想哭。这经文是挺动人。他说不是因为经文动人，是因为他知道说这句话的人心里全是挂碍。挂碍谁？挂碍一个被压在武力星山下的猴子，挂碍一个在高朗庄娶过亲，
后来再不敢回头的猪，挂碍一个在流沙河吃过人，后来日日挑担的水怪，挂带一匹在阴曹组等师傅的白马。师傅，俺老孙从五行山下被你放出来，叫了你这么多年师傅，今日你要成亲，俺还叫你师傅。悟空，师傅，当年西行路上你劝俺忍，劝俺善，俺那时候不服，觉得你啰嗦。可后来俺才明白，你不是要俺低头，你是怕俺心里只剩恨。今日轮到你自己选路，俺老孙替你高兴。花果山还没办过这么大的喜事，俺老朱去后山摘最大的桃子。沙师弟，你洗菜；敖烈，你去引山泉；猴哥，你负责别让谁来捣乱。三藏，三藏，你来了，我带你去见我的徒弟们。每次你一到心无挂碍，笔尖都会停住。我问你怎么了，你说在想徒弟们。是。今天你徒弟们都在，我以后只给你研墨。妙音，贫僧以前译经是替灵山译，是替自己译，以后译经是给你译。好。一拜天地，那拜啥？拜路。第一拜，拜来路。第二拜，拜归处。第三拜，拜彼此。离场。师傅。祖师，今日你是新郎，不必向谁低头。你已向经文低头太久，今日抬头看他。师傅，和尚成亲算不算破戒？若心中无慈悲，守戒也是枷锁；若心中有众生，破戒亦是归途。听不太懂，意思是少管你师傅的闲事。俺没管，俺就是高兴。今日玄奘谢诸位。妙音谢诸位。谢什么？喝！心无挂碍是经，心里全是挂碍是命。师傅师娘，这一晚俺老孙敬你们，往后经也好，命也好，花果山都给你们留一盏灯。猴哥，复魂在想。呆子，混沌尽头有扇门开了，门后是开天辟地时被劈碎的原质，他们要合拢，第一个吞的就是老桃树的根。我叫混沌子，盘古斧崩裂那日，我从斧刃碎片里生出来，这扇门我守了几万年，今日守不住了。守不住会怎样？门后的原质会出来，他们没有灵智，只会合拢天地。第一个被吞的就是老桃树的根。门既然能开，就能关，说法子。72片盘古斧碎片散在3界地脉里，老桃树的根能找到它们。你用金箍棒敲我这把斧子的背，碎片会归来，会先斩原质，再凝成完整的盘古斧。那还等什么？敲啊！可盘古斧一旦成型，就要有人握住它，握斧的人会被吸干修为、经脉、魂火，最后一斧落下，门会关，人也未必还在。安来，猴哥，你修为早碎了，道上还在，你再握那斧头，真会没命。俺修为碎了，道上还在，反正就剩这点东西，够换一副。猴哥，呆子，俺老孙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事，今天求你一次，往后站。俺老孙从石头里蹦出来，这一生没少被天地算计，可俺还站在这儿，
你们这些元志恐怕拿不走俺老孙的命。这一斧下去，门关！豪哥，豪哥！盘古欠旧神族的血债，今日该还了。这就是花果山，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？盘古欠旧神族的血债，今日该还了。猴哥，醒醒，别睡啊！来了。为什么会有一股神的气息？想过去，先踏过老朱。你护不住他，那也得护。这斧头，俺老朱接了。跪下！老沙，别硬来，我来挡。又来一个送死的。不能退！老沙，顶住，护住豪哥。这旧神未信，不是亡魂，是开天的火。小子，俺看见了，你举的不是杀符，是他们留下的铭。哦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。这铭，俺老孙替你正。旧神族不是被盘古劈碎的，是你们自己拿命替盘古烧穿了混沌壁魔。盘古封你在门后，不是镇你，是保你。旧神族只剩你一个。那我等了几万年，等的是什么？你若放下斧头，花果山替你祭，3界也会祭。原来盘古封我，不是镇我，是为了等这一天。你替旧神族正了名，俺替你留只碗，北上第8列也给你留着。你不是盘古的传人，你是旧神族的证明人。又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混沌魔碎片一旦涌出，3界会缩回混沌。开天斧劈开混沌，盘古斧烧穿混沌，2斧合一才能劈碎它。劈碎之后怎么办？俺拿魂魄当炉子，把碎片炼成氢气。二师兄，呆子，这是拿你的魂魄替这棵树续命。想清楚了，想清楚了。俺怕树倒，怕碑上名字散，怕灶台凉了没人添柴。去吧，俺在这等你。猴哥，等俺回来添柴。往哪儿跑？都给俺回来！不能漏，漏一片树根就烂1寸，漏一片灯就灭1盏。女娲娘娘补天是为苍生，俺老朱没那么大本事，俺就补俺这一山。呆子，猴哥，补上了。呆子，过来坐。师傅，桃子很甜。猴哥，锅还沸着，灯还亮着，碑上的名字还没刻完，花果山还活着。